跟你说说啊，这个鱼啊，你要做的时候，胡哥们儿，血不淡吗？是。这改刀怎么重要呢？好像是侯支队来了。哦，胡哥们儿。哟，小蚂蚁在哪？哎呀，哈哈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正饿着呢，哥们儿就有这口福。哎，你先别做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可是个病人啊，你就不怕传染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儿啊，我可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依法询问案情的。少喝点儿，别呛着了，案子都审不了。什么破酒啊，呱了吧唧的，盛点饭呀，给我倒是。啊，我减肥给你。说正经的啊，你这个压肉站得好好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人、什么事儿能证明你去那儿加过油啊？那35古道那么偏僻，车少，那加油站又在一片防护里待着，很少人去才是啊。当时那么大拖车拖你进去，愣是没人注意吗？你还挺关心我啊。虽然我在调查你，但这是我的工作呀。老侯啊，就凭你这句话，啊，我给你弄点白的。赶紧的。好了，你姐夫做了餐后水果，让我拿给你。35国道的78号加油站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一般录像半个月覆盖一次，如果只是1、2次，或许还能找到。这6年的时间太长了。没关系，哪有那么快找到嘛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马姐，你看这儿是不是一个小卖部啊？加油站附近不都有小卖部吗？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？你说小卖部的人会不会看到些什么？这个警察估计都已经问过了吧？你觉得呢？奇怪。奇怪什么？郭伦出来了。哎，快点把它关了。哎呀，你就别吃了，我都替你妈愁得慌。你就喝点水不行吗？刚吃完饭。吃一点水果。小兰，刚才跟你姐夫聊了一下啊，他这是一条线索，你提供的更多的嫌疑也是非常重要的线索。眼下就是找到水卫红。我那天在酒店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好像在前台取了一封信。什么？取封信？嗯。他还拉着个行李箱，里边装了很多贵重的东西。我觉得他是要去很远的地方跑路。嗯，这样，我去酒店看监控录像去。我也去，带我一起去。走，走，我们先去了。完呢。你留着吃吧。停一下，停。看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，放大一下，好像是封信吧。再放大，看看他寄信地址。海南。来了，好。来吃个茶啊！晚上启动无限。对那水月红的事儿查怎么样啊？我刚好跟你说，啊，我查了他表哥了。让你查水月红，查他表哥干嘛？他表哥现在在三亚做生意呢啊，还有案底。三亚？不会真去三亚了吧？哎，我电话呢？喂，说，真的，
好，谢谢兄弟，谢谢。好。郭伦和水红见面那天，你还记得吧？啊，我们机场分局的同事查了那天所有飞往三亚的航班，还有每个登机口的画面，你猜怎么着？啊，水卫红上飞机了。你真是三亚啊！啊，这样啊，明天就去三亚，务必把他给我抓回来啊！就等着这句话。哎，我先叫小李给我去买票去啊！着什么急？把面吃完了。边走边吃。啊？什么时候这么积极啊？不是让你度假去的啊！水红，听清楚了啊！我就给你这一次机会，如果你能好好配合我们调查，还能争取到宽大处理的机会，就看你自己想不想，愿不愿意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看这些照片，有没有2011年9月11号晚上你在码头村枯井旁看到的那个人？这么说，侯队，你是怀疑我的当事人于2011年的9月13日绑架了女记者郭念，并将她杀死在马头村的枯井之内，而证据就是2天前，也就是2011年的9月11日，有人看见了我的当事人与死者在案发地点有争吵过，以及他的弟弟似乎看见了我的当事人在游乐场绑架了死者，是吗？没错，你给我做好了。做好了。接着说。我觉得你们的这些证据啊，完全经不起推敲。首先，9月11日与死者吵架，同9月13日死者被杀死有必然的联系吗？就算我的当事人与9月11日与死者吵过架，也不能证明9月13日他就杀了他。其次，人有相似，6年前的事儿，你们的目击证人就一定没有偏差吗？他就不能看错吗？最后啊，关于死者弟弟所谓看见了我当事人在游乐场带走了死者，那更是很模糊和无法证明的，所以你们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。行了，陈大壮，你少说2句啊！我问你的当事人郑德，想一想，9月11号你到底见没见过郭念？还有9月13号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没有，我根本没见过叫什么郭念的女人。6年前的9月13号，我在干嘛？能记得起来才有鬼啊！你会说话吗？好好说话。其他同志别生气啊，事情呢就是这样。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要问的吗？那个陈述，牙尖嘴利的啊，弄得我都不会说话了。关键这水卫红啊，这小子只挣照片，偏偏又吃不准这郑铎跟那7号照片差距在哪儿。也是时间太久了，可能也记不清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
我一定可以找到线索的，我一定可以找到突破口的，我一定可以的，我一定可以的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对，找不着别睡觉了。哎，马拉松，把你平时那些菊花都拿出来呀！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添乱了。我知道我自己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可是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我一定会加油的，我一定可以帮助齐远找到突破口的，我一定可以的。我。好，我也不吃了，我会帮你想办法吧。人多力量大嘛，对吧？哎，我先订个外卖。我开玩笑的。我跟你理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总结出来的东西，好吗？这个事件它应该是发生在2011年9月13号的，根据目击证人的名字哈。然后呢，最先发现这个尸体的是在枯井这一块，就在码头村的枯井。随便坐啊，坐。侯支队，喝水。我今天过来是想协助你一起查清楚郭念的死因。你协助我？你们齐院现在可是嫌疑人啊，你怎么协助我呢？再说按规定，我也不能给你透露案情的细节啊。不是的，我不是想让你给我透露什么案情的细节，我是对这个案子有了一点点小小的想法，或者说是思路，我想跟你聊一下。那说说看。如果按照郭伦的说法，那么郑铎他就有可能是在9月13日下午3点钟之后绑走了郭念，然后很有可能就把郭念带到了那个码头村的枯井那里。对。而游乐园它距离码头村有60公里的路程，在下午3点钟之后就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去那儿了。当然了，郑铎他也不可能带着郭念坐公交嘛，所以经过我的推断，就只有2种可能性：要么郑铎他是自己开车把郭念带到了那里，要么他就是打车去的那里。有道理。但是如果打车呢，一定会平白无故多增一个目击证人，制造不必要的麻烦。所以我思来想去，就只有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郑铎他是自己开车把郭念带到了那里。这去码头村只有一条主干道，你这是一条思路啊？我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希望我这点小思路可以帮到你。不是跟你说过，没事不要找我吗？现在警察到处都盯着你呢。我还不是为了跟你要点生活费啊！你看看你，罗总都不像你这样，浑身都是名牌。人活着，不就是为了好好享受吗？我问你，郭念真的是你杀的？在罗爷手底下办事儿，不该问的就别问，难道你不懂？所以你杀死胡白，不单单是因为他知道了花工总厂和江云的底细，而是他知道了郭念的死因。郭伦，哎，马姐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突然把我约到这儿来啊？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加油站的小卖部吗？怎么了？那个小卖部的名字叫杰克，巧的是范大志跟他们老板认识，我就问清楚了，杰克小卖部在5年前才有，6年前根本没有。你接着说啊。所以6年前的小卖部不是这个品牌，是一个楼上叫新兴品牌的。6年前的9月14号，他们撤点关门，
然后就陆陆续续入驻了其他的小卖部，直到现在的杰克。6年前的9月14号，那不就是祈愿加油的第2天吗？对呀，你想9月14号撤点，那他们的监控系统就停止了，他们监控录像很可能保存着，没有被覆盖啊。而且他们的数据很有可能就在他们的公司里。对，走。走。来，老何，哎，怎么样？交警队送的资料，你看看。是郑铎吧？是他。把他给我提过来。好。姐夫，我们找到加油站的视频了。视频？看看这照片。郑铎，这个照片是6年前，也就是2011年的9月13号下午3点46分，在蕲州市区到码头村的主干道城4公路上，因为你超速被拍到的照片。惊讶吗？你是不是觉得，像你这么谨慎的人，怎么会被拍到呢？因为你知道那条路上根本就没有摄像探头。你知道码头村地势偏僻，人烟稀少，有许多抗战时期留下的防空洞、枯井，便于藏尸。你还故意把那个女人放到副驾驶座上，刻意伪装成正常的情侣出行。不随你愿啊！这条路在那段时间事故频发，都是因为超速，所以我们的高速交警临时加装了个摄像头，还没来得及让你发现，这才拍到了你这张照片，而且还让我们看到了副驾驶座上这个女人的衣服，跟失踪的郭念是一模一样的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人在做，天在看。老话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车牌我们也查过了，车主就是你。你是不是以为6年前的录像资料早就不存在了，我们查不到你？这点你又不知道了。超速的照片是可以保存好多年的。郭念是在当天下午3点01分从游乐园失踪的，而你在3点46分前往他的遇害地码头村的路上被拍到，车上还坐了一个疑似跟他穿着相似的女子，怎么会这么巧？你开那么快的车着急干什么去？车上坐的人是不是郭念？是不是你把郭念带到了码头村，然后杀掉的？问你话呢。侯队，我觉得你的这个推理有点飞啊，我们来梳理梳理啊。首先，这里有一张交警提供的照片，证明了我的当事人于下午3点46分正驱车赶往码头村方向。那你们有证据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一定到达了码头村吗？我的当事人就不能在路上开车散散心，然后再掉头回去吗？好。就算他去了码头村，那你们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一定去了死者死亡的那口枯井吗？陈大壮，你不要跟我强词夺理在这儿啊！哦，对，我这怎么叫强词夺理呢？你也应该用证据来说服我吧。行，那我再说第二点。你说我当事人的车上躺了一个与死者郭念衣服相似的女人，所以你一口咬定就是死者郭念。那么请问，证据呢？这不是在问你的当事人吗？哼，那个女人呐，不是什么郭念，
只不过就是一个婊子。我开车带她出去寻开心呢。至于我具体去了哪儿，跟她怎么寻的开心，如果二位要是感兴趣，我也不妨说给二位听。哎呀，这个女人这双腿呀，真是又白又长，就往身上那么一靠，哎呦！好了，警察同志，我看你们也辛苦，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可以指证我的当事人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先行告辞。这样，那我们走吧。七月，拿好了。就你杀了我姐！杀了我姐！你干嘛？松软！松手！弄死你！松手！混蛋杀人犯！把手放下来！我杀了你，信不信？说我杀了你姐，你有本事找着证据证明我去过那口枯井啊？你有吗？你这混蛋说什么呢？有吗？嘿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啊，没事，在警察局闹事是吧？没事，我们马上解决。我现在慎重的警告你啊，你可以松手，也可以不松手，但是所有的后果你们自己负责。打呀！警察，他打人，我要告他。没事，算了。没事，赶紧散啊！知道，散，知道。没什么事，别走了。七月，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追究了，但是我请你管好你自己。走吧。哎，马法官，你们真的从信兴公司搞到6年前78号加油站小卖部的监控录像啊？证实，对方果然把硬盘存到了他们的仓库里，记录的最后日期是6年前的9月14日上午10点钟。经过了技术人员的操作，我们成功的恢复了前一天，也就是9月13日的监控视频。哎，那你们看过了？没有呢，就郭伦看过了，我还没有。怎么样，好了没有？ OK 了，你们看，这是小卖部6年前9月13号下午3点33分的视频监控。你们再看，远处地方像不像一个拖车？真像啊！啊，那这就是祈愿说的那个拖车吧？可这上面看不见啊。看，你们看这个角落，有个男的，他好像在对着外面拍照。对哦，哎，那这个男的。 会不会拍到祈愿了？很有可能。如果咱们能找到这个男的，说不定他留着几年之前的照片，没准儿拍到了姐夫，就证明他在加油站啊。这男的，我怎么觉得他那么眼熟啊？我应该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吧？ 我想起来了，原告，你是否可以证明这张照片是你在6年之前拍摄的一组主题照片当中的一张？可以的，审判长。现在的照片都是数码照，上面都有时间码。我的这一张云雾山水照是在2011年的9月13号下午4点钟拍摄的，在照片的数据信息里就可以查到。而且我还有一份技术鉴定书。 可以证明这张数码照里的时间没有被篡改过，所以，被告说这张照片是他在1年之前拍的，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我正在经手一个案子，知识产权案，他就是那个原告丁兆军。你确定是他？我确定。那走吧。王法官来了，请进，请进，来。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没事，没事。
我当时就是在云雾山这一带拍摄我这一系列作品。我这个作品还获奖了，所以我印象特别深。所以你当时确实去过那个加油站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的车当时没油了，身上也没带多少现金，我就寻思去那个便利店刷卡付油钱。然后付完油钱之后，我当时拍了挺多不错的那风景照，回去时间还早，我就寻思再拍点生活中的人物照吧。然后我就想起来之前给我加油那女工挺不错的，爱笑，还挺上镜。我就拿着相机对着外面啊，我看看能不能悄悄地抓到她这张不错的表情。行，那你再翻翻看有没有齐云的照片啊？哎，婷婷，哎，马姐，看，太好了。你这张照片能不能拷给我们啊？没问题啊。啊，太好了。什么？真的是齐航？太好了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照片就是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据。哎呦，他的嫌疑终于洗清了。那你赶紧回来啊，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。走了。把你叫来，一是你的嫌疑洗清了，二是关于郭念的事情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在想啊，郑铎说的对，啊，有本事查出他在马头村枯井旁的证据，要不然他跟郭念的死他就联系不上。没错啊，这就是关键啊。接着说。我想说的是啊，我们还是要从源头查起。什么是源头呢？案发的第一现场。你还记得吗？这个马头村的村民啊，不让我们去调查这个污水的事件，所以他们用水泥把这个枯水井呢完全给浇灌了。哎，表面上他们是阻碍了我们，其实呢，我现在一想，他们恰恰是帮助了我们。为什么呢？万一啊，我是说万一之前我们警察在查看现场的时候有过一点疏漏的话，恰恰这些水泥呢就保住了这些现场。啊！我说你老齐啊，你就是小看我们。我跟你说，这现场搜证我们去了3次了，前2次拿回来的毛发、衣物、随身物品、白骨都查了，没有任何外人的痕迹。第3次我让他们把这个水泥敲开，一块一块给我照 X 光，除了枯枝烂叶没别的呀。一块一块的，枯枝烂叶没有问题，白骨、衣物、毛发，我问你，那么多毛发，每一根毛发，你们都做了 DNA 的比对了吗？每一根？当然啊，我们不能放过一根毛发呀。你想一想，如果其中的有一根毛发的 DNA 跟其他的毛发的 DNA 不相符，那说明什么？那说明这一根头发的 DNA 它有可能就是。有道理，那就完全有可能。有可能啊。老郝，老郝，有料？何止是有料，大料！我们终于找到了3根想浑水摸鱼的伪装者。说人话，有3根头发，不是郭念的。干什么你？老子告诉你，刚才那一巴掌只是警告而已。如果你再胡说八道，
我知道你有一个最喜欢的弟弟，到时候就不是警告那么简单了。你敢动我弟弟，你试试！我给你信了，你敢动我弟弟，你试试！找死啊你！挣多大？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还真被老齐说中了。哎，进来。侯子队，有向科长。向科长，这个呀是宣教中心给各个单位的学习材料。抽空看一下。谢谢啊。我听说齐恒经常到局里来找你，他是调查对象，我觉得你还是少一点私下跟他接触，免得惹得一身骚啊。向科长多虑了啊！我们已经锁定了新的嫌疑人，而且有新的铁证，齐恒的嫌疑排除了。哎，真的，真的，祝贺你们！快，把你先拿炮！什么情况？还好向科长靠得住，郑铎也跑得快，我已经安排他暂时躲进了西郊的别墅。跟刚秋说啊，盯紧郑铎，绝不能让他被公安局的人给抓了。明白。具体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领导，你再看看这张照片。据我们调查，这个齐恒是2011年的9月13号中午11点，请假从邻省的省会开车往齐州赶，结果刚上325国道，车就没油了，停那儿了。于是他就打电话叫了拖车，拖车等了4个小时才来，就把他带到了78号加油站。这个照片就是在那儿拍的。局长，你看一下那上面的时间。是下午的3点32分，看到了。我们在游乐场调取的监控录像上显示的时间是3点01分，就是郭念被带走的时间。这个加油站到这个游乐场4个小时的车程，所以说，这齐恒怎么也不可能是绑架郭念的嫌疑人吧？那会不会是合伙作案呢？这个也不可能，因为就算齐恒在那儿加满油。开到码头村的话，码头村比市区还远呢，得开5个小时。开到那儿大约得晚上8点多了。我们有证人证明，这齐恒晚上7点的时候就已经回到齐州市的家里了。晚上就有航班记录，他直接飞机飞到北京开会去了，半个月之后才回来。老婆丢了，他有心情去北京？不是，他那个是最高法的一个业务培训，非常重要，不让请假。再说他之前他老婆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有突发新闻什么的，突然就走了，消失好几天再回来，所以当时他也没放心上。好，那咱们来个大胆的设想，能不能是齐恒事先把郭念给抓了起来，半个月之后
再回来杀了他。赵政委啊，根据法医的鉴定报告啊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6年前的9月13号，那么鉴定误差不会超过10天。如果是半个月以后，那郭念早就该死了。好啊，林军，好。这样说来，齐恒的嫌疑可以基本排除了。对呀，领导，所以说赶紧跟市委请示一下，就别让棋院休假了。那为了上报材料的100%保险，我在最后提一个问题，就是齐恒那天晚上之后不在场的证明，都是他的亲戚朋友给做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有种可能啊，当然，只是说有一种可能，他们会不会包庇他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我们现在已经锁定了本案最重要的嫌疑人，结果昨天在抓他的时候，让这小子跑了。就是你们去抓没抓到的那个渔船案的罪犯，就是他，郑铎。没错，我还纳闷呢。前2天这小子还跟陈树来警察局，大摇大摆的，跟自己家似的。哎，昨天去抓他的时候就跑了。局长，我就感觉啊，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儿。他的嫌疑很大吗？非常大。我们在码头村枯井里发现了3根头发，验了 DNA， 就是他的。这小子之前可说他没去过那口井，明显的撒谎啊！而且我们化验了这3根头发的毛囊萎缩时间和郭念的死亡时间很吻合，也就是说，郭念死的时候，这小子肯定在旁边。而且他畏罪潜逃，就更加加重了他的嫌疑。对。好，你叫我。我想啊，这个郑铎啊，要是没跑远的话，他这2天肯定还会跟苏涵联系。那我马上派人盯紧苏涵。就这个意思。如果这2天没有露面的话，我估计这小子就跑了。行，那我马上去办。行。哎，哟，小罗，来，哎，李阿姨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阿姨，哎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找我什么事儿？着急呀！你还记得吗？你在澳门那个姓孔的朋友，就是你曾经拜托他照顾佳佳。是孔令吉。对对对，孔令吉。他给我发来2封电子邮件，还发来一些什么汽车呀、房产的材料，然后让我给他汇200万美元。这怎么回事啊？200万美元，那可是1000多万人民币呀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说我跟这人又不熟，没见过面，他凭什么让我给他汇钱啊？而且他怎么知道我电子邮箱的？会不会是从佳佳那里得到的？那小罗啊，这人到底是什么人呐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啊？这个孔令吉呀，是罗总多年的商业伙伴。他在澳门啊有一些业务，所以一般啊他就在那边打理。他这个人倒是不错，不过就是有个毛病，听不得骰子声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，他不能接触跟赌博一切有关的东西，一旦沾上啊，他就控制不住自己。你是说他在外边赌了钱还不上，然后就到处跟朋友讹钱是吗？林阿姨啊，我听说6年前啊，他一把就输掉了一家首饰店，这会不会现在又是赌输了？天呀，他不会是管赌场借了高利贷吧？这可是要断手断脚的。李阿姨啊，这孔令吉问你借钱的理由是什么呀？他什么也没说，他就说如果我不把钱给他的话，他就要举报佳佳在澳门的经济问题。你说佳佳，她就是一个大学生啊，在澳门上大学，她有什么经济问题啊？啊？坏了呀！
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林阿姨，我有件事情必须向您坦白。可是，您千万别骂我。什么事儿？这些年来，你和吴叔叔一直这么照顾我、帮助我，我吧一直想尽尽我的孝心，可是你们俩都不收，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，通过这个澳门的孔令吉啊帮我操作，我就给吴家买了别墅和汽车，写在了佳佳的名下。小梁，你太糊涂了，你这是害了你吴叔，你害了你吴叔啊！头儿，线报，苏涵和罗怀公一块去了中恒花园内的一个高级餐厅，咱们怎么办？我听见回声，来自山谷和心间，以寂寞的镰刀，收割空旷的灵魂，抚几段的诱饵，捕获缥缈的唯美。我相信自己，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，不凋不败，摇曳如花。一路走来，一路盛开。我听见爱情，我相信爱情是一滩挣扎烂草，如一阵虚伪的风。我相信自己，似如精美的秋日落叶，不声不乱，姿态如愿，驻守岁月留下的信念，生如夏花，死如秋月。